就凭这些虾兵蟹将，也想拦住俺老孙？现代人江夜穿越到西游，见神佛收割信徒，制造妖祸天灾，于是决定帮助孙悟空大闹天宫，重正天庭，建立天地新规则。我靠，倒也没有闪。直到被种到人参果树之下，看到果树吸食万灵尸骸，江夜才知道自己大错特错。如果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要封禁万神！我这是重生了。重生到上一世穿越的第一天。哼，小趴菜，猴子你挺装啊！雷鼓！我操！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。如此恐怖的法力波动，我这凡人的身躯秒跪。狗系统还不出现！天道举报系统访问成功，只要对方存在不当行为，宿主就能向天道举报。举报成功就能获得奖励，并选择是否封禁对方。举报就能成功。我举报四大天王长相吓人，影响市容。罪名成立，举报失败，下一次举报成功率提升至16%，同一举报对象可累积。这也能罪名成立？狗系统为什么还要举报成功率？举报失败，每次举报罪名成立，就会为下一次举报增加成功率。不行，举报四大天王，成功率太低了。照这速度，我自己反要先遭劫了，得先找个软柿子捏。我举报10万天兵虐待动物，影响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。罪名成立，举报失败，下一次举报成功率提升至48%。成功率果然提升了。一个凡人，蝼蚁一般的东西。我举报10万天兵以多欺少，恃强凌弱，严重影响战斗的公平性。找死！区区凡人也敢窥探天威？举报罪名成立，举报成功。你们就是我掀翻这天庭的第一块垫脚石。这是天道之劫。天道之劫为什么会降临在这里？好端端的，天道为何降下劫罚？难道西游亮劫还有变故？红军老祖，你逼我吃下允圣丹，化胡为佛，让佛法东传，现在又降下天道之劫是什么意思？经天道监察时举报，10万天兵触犯以多欺少，恃强凌弱之罪责，现降落9天神雷，斩去10万天兵1000年功德，以示惩戒。那只死猴子，金箍棒随便一挥，我们就死伤一大片。
到底谁在以大欺小，谁在恃强凌弱？我不服！这个如蝼蚁般的人，竟然是天道监察使。恭喜宿主成功举报10万天兵，奖励宿主100万功德，凝聚后天功能法身可升级。奖励宿主一品地仙修为，寿元增加万年。奖励宿主先天至宝，12品即是白莲。很好，有了这些奖励，我才有了跟你们这帮神仙叫板的资格。等着吧，这只是个开始，我还要继续举报。一步成仙，终于有了跟这帮神仙叫板的资格，不至于被一个眼神瞪死。这就是与12品功德金莲、12品业火红莲、12品灭世黑莲齐名的12品净世白莲。4大莲台中防御力最强的一个，可抵挡大罗金仙及以下的一切术法、物理攻击，还能净化万物，重塑本源。抵挡大罗金仙及以下的一切术法、物理攻击。大罗金仙已经是南天门这场大战中的战力天花板，甚至就连此刻的孙悟空也只不过是太乙金仙，至多不超过大罗金仙的级别。只要玉皇大帝、太上老君、如来佛祖这些最顶级的存在不出手，剩下的，我无敌，你们随意。检测到宿主成功举报10万天兵，是否立即封禁10万天兵？若选择否，则视为放弃封禁。封禁！不要！道友好狠的心，这可是10万天兵，就算他们无意间冲撞道友，道友也不应该下如此重手吧？下手很重吗？李天王要不睁开眼睛看看凡间，因为这场战斗，有多少山川河流改道，泛滥成灾，有多少地方天塌地陷，飞沙走石，民不聊生。他们可是连冲撞都没有，就应该遭受如此严重的天灾吗？这是他们的命数，是妖猴逆天而行犯下的罪过。我们正在替天行道，为的就是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。好一个替天行道！10万天兵呐喊助威，就像啦啦队，下界百姓却惶惶不可终日，不停上供祈福，希望老天爷息怒。为此，不知多少家庭妻离子散，多少无辜之人惨死。这就是你说的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？好大的慈悲！妖言惑众，轮回无端，生死长流，此乃天地循环大道，岂是你一介凡仙能明晓？藐视天威，阻挠天庭正法，更聚尽10万天兵，此乃滔天大罪。今日本帅便代天刑罚，魔家四兄弟，给我擒拿此僚！自己不敢动手，让别人来送死，好大的官威啊！狂妄！降魔大元帅，岂是你能非议？受死！我举报魔力青虐待龙族，严重影响种族之间的稳定。你少要胡说八道！我这巨力伽罗龙剑乃上古神兵。哦，变化为龙只是一种化形之术，与种族间的矛盾半点关系都没有。这如果也能算是罪名，那漫天神佛一多半都有罪。真的没有关系吗？如果所有人都将法宝化形成你的模样进行战斗，你会无动于衷吗？算了，法宝化形成你，太丑了，那画面丑到我都不敢想。好胆，
庶子，竟敢如此折辱本天王，看剑！大哥，我们来助你，一起上！定要让他知道我兄弟4人的厉害！混元散开！玉琵琶奏！花狐雕出！我举报魔力红大白天撑伞，娘里娘气，传播伪娘文化，严重影响男子气概。我举报魔力海乱弹琵琶扰猴，对猴子的身心健康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。我举报魔力兽养貂咬人，教坏小动物，严重影响小朋友的身心健康。呀！气煞我也！无聊。竟然举报本神传播伪娘文化，是可忍，山不可忍！庶子，竟敢如此辱我，给我收！此子诡异，结4项诛仙阵。举报4大天王，罪名成立。举报失败，下一次举报成功率提升至40%。果然不会一次成功，但没想到一次失败竟然直接增加了20%的成功率，境界提升上来了就是好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我们的4项诛仙阵竟然也破不开他的防御！就算是那只猴子，面对我们的攻击，也好一阵手忙脚乱。他身上肯定有宝贝，否则他一个地仙如何能抵挡住我们4兄弟的攻击？能够有如此重宝，说明此人背后必定还有高人。道友身为天道监察使，应当遵循天道。若道友是那猴子请来的救兵，我劝道友还是不要参与此事。此事早有天命，非神力可改。我举报魔力青虚与为宜，做事好不利落，严重影响4大天王的威胁。我举报魔力红脾气暴躁，毫无格局，严重影响4大天王的整体质量。我举报魔力海不男不女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，严重影响4大天王的阳刚之气。我举报魔力兽畏畏缩缩，心机深沉，躲在后面就知道让兄弟们先上，严重影响4大天王的团结。该死！本王好言相劝，对方竟然一点面子都不给。你说谁不男不女？本天王顶天立地，雄壮威武，你竟敢说我严重影响4大天王的阳刚之气！啊！气煞我也！住手！4大天王，快住手！道友竟然得到了12品净世白莲！12品净世白莲，那可是传说中鸿蒙初开时诞生的先天至宝，防御无双，万法不侵。最关键的是，这等宝物向来都是圣人或者准圣大能的专属之物。这家伙背后站着的，难道是圣人？非常抱歉，是我们兄弟4人孟朗了，冲撞了道友，属实不该。对，别和我们一般见识，我们兄弟4人只是听命令干活罢了。罪名成立，举报成功。天道之劫竟然再次降临了！天道之劫为何会出现得如此频繁？
此子究竟是何来历？奇怪，怎么连本君也算不出来他的根脚？你们推演不出来，本教主倒却窥得一丝玄机。西游亮劫，完全是过家家，天道之劫，才是真正能影响整个洪荒宇宙乃至圣人的劫难。女娲师妹竟然将12品净世白莲给了此人，难道她不甘心隐退，也想趁此机会再次搅动三界风云？乱起来吧，越乱越好。封神大战中，我截教万仙陨落，但这么多年过去，我的门人弟子们早已轮回重生，有的成为天庭正神，有的成为西方教菩萨佛主。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三界谁说了算还不一定。完了，这天道之劫是冲着我们来的。今天的监察使举报，魔礼新触犯，影响4大天王威信之罪责，现降落其劫或心劫，炼其心智，以示惩戒。魔礼红触犯，影响4大天王整体质量之罪责，现降落五内焚山火，炼其性格。魔礼海触犯，影响4大天王阳刚之气之罪责，现降落阴阳逆乱风，以定其刑。魔礼兽触犯，影响4大天王团结之罪责，现降落孤绝寂灭光，以明其心。是何方神圣在帮俺老孙？恭喜宿主成功举报魔礼清，奖励宿主1000年地仙修为，境界提升至12品地仙，超越9品极限，与地同寿，万古不僵。恭喜宿主成功举报魔礼红，奖励宿主10万功德。恭喜宿主成功举报魔礼海，奖励宿主上品先天灵宝4海瓶。恭喜宿主成功举报魔力兽，奖励宿主4将诛仙阵。上品先天灵宝4海瓶。检测到宿主成功举报4大天王，是否立即封禁4大天王？若选择否，则视为放弃封禁。封禁。下一位。天杀的，这货怎么偏偏盯上我了？道友，你如此行径，是一定要与我天庭为敌了。须知，即便是女娲圣人遇我天庭，也需退避3分。道友莫要给人当了枪使而不自知。我举报李靖不为人父，天天拖着个塔吓唬亲儿子，严重影响父子亲情。道友切莫胡乱举报。我们父子之间感情非常好，这儿你说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的感情非常好。道友，你看，切莫听信外界那些流言蜚语。我们是亲生父子，哪里会有什么仇怨？尤塔，你是父王，塔我要你立刻就亡。塔座才是我亲爹，你李靖只不过是我爹的一个坐骑罢了。当父亲的一口一个畜生，逼死亲子，毁亲子金身；当儿子的割肉还母，剔骨还父，好个父慈子孝，简直要笑死个人！你们真要是父子情深，你就把塔抛起来，你敢让塔从你手上脱离吗？休要胡说，此乃我李家私事，与天道何干？你这监察使，莫非连人伦纲常也要管？上厕所我都要一只手托着塔，你说我敢不敢把塔抛起来？
Look in my eye！ 你有没有看见哪吒那逆子的火尖枪一直对准着我后腰？要是把它抛起来，我还能有命在吗？切，33天黄金玲珑塔确实很强大，但也只是相对的，在12品净世白莲面前，这破塔根本上不了台面。真要是什么了不得的宝贝，燃灯也不会送给李靖。罪名成立，举报失败，下一次举报成功率提升至20%。初始成功率竟然只有11%。举报天兵的时候，初始成功率都有24%。我与李靖之间的修为差距，竟然比凡人与天兵之间的修为差距还要大。不过，如此巨大的修为差距，李靖和众仙的实力果然深不可测。若是举报成功，得到的奖励将会是什么？若是李靖失去33天黄金玲珑塔，燃灯会不会出现旧的？哪吒积怨1000年，应该不会在手下留情了吧？若是李靖失去黄金玲珑塔，哪吒应该不会在手下留情。可恶，玲珑塔镇不住他，因果纠葛越发强烈，不能让他继续说下去。家宅琐事暂且搁置，道友身为天道监察使，若因一场误会耽误了降妖正事，致使下方生灵涂炭，岂非有负天道？李某恳请道友以大局为重，共克妖侯。待此件事了，李某定当亲自向道友解释清楚，给天道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届时要打要罚，李某绝无怨言。1000年了，你还是这副伪君子嘴脸，最好永远拖着你那破塔，否则一朝塔离手，我必杀你！我靠，这逆子莫不是想捅？有塔在，哪吒不敢乱来，但这个江夜却是个大麻烦。继续举报啊，你这个天道监察使！只要能让那座塔离开李靖的手，哪怕只有1秒，我手中的火尖枪也能在李靖身上戳出3000个窟窿。我举报李靖虐待孩童，威吓孩童，说言不由衷的话，严重影响孩童的心理健康。我举报李靖胆小如鼠，从不敢带头冲锋，毫无亮剑精神，严重动摇军心士气。我举报李靖压迫妇女，将结发妻子困于云楼宫，严重影响家庭和谐。我举报李靖知法犯法，公然违背神仙不能婚宴生子的天条，生育女儿李真英，严重扰乱天条的权威性。该死，这天道监察使来真的！生育女儿李真英这一条，是真的公然违反天条。当初费了好大心力，才让天庭默许了这件事情，如今旧事重提。可恶，天道的注视越来越重了。罪名成立，举报失败，下一次举报成功率提升至33%、44%、55%、66%。没有出现天道之劫。真金不怕火炼，道友还是别在李某身上浪费时间了，否则李某也得向天道参一参道友你玩忽职守，舍本逐末，严重影响天道秩序与平衡了。被接连举报这么多次都安然无恙，由此可见，天道对我还是非常认可的。天道，你瞎了吗？李靖这种伪君子你都不降阶？你也能向天道举报？天道是所有人的天道，道友能向天道举报，李某自然也可以。你的天道是母的，我的天道是公的。笑话，天道还分公母？天道当然分公母，而且你的母天道见到我的公天道就无法生效了。举报我这么多次都没能成功，无法生效的怕是道友你的天道吧？
也罢，既然道友执迷不悟，那李某今日也不得不为这天下苍生、天地大道参道友你一本。李靖向天道举报。李靖真的能向天道举报？道友硬要执迷不悟，那李某不得不为这天下苍生、天地大道参道友你一本。无诏为引。臣李靖举报天道监察使江业，一告其玩忽职守，纵放妖猴逆乱天罡，包庇亮劫祸胎，致使生灵涂炭；二告其收押天兵，戮杀天王，动用天道根基。万望天道明鉴，将九霄寂灭神雷，诛此邪佞，以正乾坤。动静这么大，莫不是直达天庭了？难道李靖这老匹夫真能请动天道？就这，我还以为要天崩地裂了呢。天道难道真的有公我之分？怎么回事？我知道了，天道接连降劫，消耗巨大，需休息。江业举报我多次未成，我才一次。笑话！天道若会累，还叫天道吗？既然你的天道不敢吭声，那就轮到我的天道了。我举报李靖身为兵马大元帅，却实际听命于佛教，两面三刀二五贼，严重影响天庭威信，三界秩序。我举报李靖身为天庭兵马大元帅，却实际听命于佛教，两面三刀二五贼，严重影响天庭威信，三界秩序。什么？李天王是佛教的卧底？佛教的手伸这么长，真当欺我天庭无人乎？两个儿子都被佛门控制，李靖是二五仔，并不意外。只是这小小监察使如何知道这被圣人遮遍的天机？哈哈哈哈！是西方教那些欺世盗名之辈能做出来的事情。哼，好一个佛门妙手！昊天，你的肱骨忠臣早就成了灵山的看门犬了。荒谬绝伦！我李靖战功赫赫，岂容诋毁？你的战功是如何获得的？难道心里没数吗？金仙巅峰的罗轩，真的是被刚成仙的你一击杀死的？你的玲珑宝塔是谁给的？心里没数吗？所有人都知道，玲珑宝塔乃元始天尊大弟子、阐教副教主燃灯道人所赠。罗轩虽然境界更高，但当时的他已经被龙吉公主重伤，属于强弩之末，再加上他的法宝全部被损坏，而我的玲珑宝塔乃是先天灵宝，趁他不备攻之，他如何抵挡得住？我和你解释这些干什么？当年的事情，所有仙神都清楚，清者自清。好一个清者自清，那就看天道是否相信你吧。流言止于智者，天道至公必将还我一个公道。燃灯，你可害惨了我！好好的跑去当什么西方教的过去佛，如今西游将起，佛道相争，你这是把我架在出仙台上烤啊！封神之战的时候，罗轩之死，当时就有人提出疑问，但那个时候燃灯道人与大家同一阵营，且位分极高，自然没人找不痛快。但如今旧事重提，
以燃灯道人的修为境界，完全能推演出佛法东传这件事情。他的燃灯古佛身份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既然这一切能推演出来，难保燃灯不会在当时留一手。这完全符合燃灯的性格。不过猜测毕就只是猜测，最终还是要看证据。当年的事情过去太久，罗轩甚至都重生为火德星君，再想找到直接证据几乎没有可能。但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这种事情必然瞒不过天道。如果真的降下天道之劫，有没有证据就都不重要了。劈呀！快劈死他！你要是没劈死他，我就帮你捅死他！劈呀！快劈死他！你要是没劈死他，我就帮你捅死他！哈哈哈哈哈！道友，事实胜于雄辩，天道之劫并没有降落，天道是公正的。难道真的是我们误会了托塔天王？急什么？才过去1秒而已。是啊，才过去1秒。难道李天王并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般镇定自若，内心早已经外强中干，度秒如年了？天道何其玄妙！若是要降下劫难，别说1秒，1/1000秒都足够。不会降落，就是不会降。经天道监察使举报，你已经触犯两日3刀25载之罪责。现降落天罚诛心灭神诀，已是惩戒。我的塔！终于碎了！李靖，拿命了！你真的想杀为父？住口！有塔你才是父王，没塔我要你立刻就亡！大儿，收手吧！为父知道你恨我，如今塔已碎，你自由了。为父不希望你背负上弑父的罪名，从此万劫不复。不就是肉身成圣吗？你忘了我也是肉身成圣了？1000年时间，无数次尝试，我早已经研究出了击杀肉身成圣的方法。3昧真火为引，业火焚功德，火尖枪破金身，给我死！我的护体功德，扎尔不！这一枪是为我娘当年流的泪，这一枪是为我当年的金身。这一枪是为我自己。从今天起，我哪吒只是天生地养的哪吒，没有人有资格做我哪吒的父亲。死了？肉身成圣的托塔天王就这么死了？封神之后，再没有肉身成圣者陨落过了。难道新的大劫真的要来了吗？一场足以波及圣人的大劫就要来了。红军，你好狠呐！老道已经炼制了1万颗丹药，为何还是找不出解决这陨圣丹的办法？我恨呐！
杀得好，让这个世界乱起来吧！有老熟人来了。有老熟人来了。阿弥陀佛，哪吒，你已报仇，昔日之恩怨能否放下？该死的秃驴！送那33天黄金玲珑塔给李靖，害我忍耐1000年，受尽李靖折辱。如果说李靖是施暴者，那这个秃驴就是地刀的幕后黑手。这个老秃驴果然不是个好东西，一见面就下黑手。可恶，这禅音有问题。若不是有12品净世白莲护体，这霸道无比的佛法禅音，足以将我当场度化，抹去神智，沦为佛门傀儡。不愧是有西游加持的世界，你燃灯出个场，竟然还自带 BGM。三太子的状态不对劲，这全草的佛音有问题。燃灯古佛，你的手未免伸得太长了吧？当着我天庭众神的面，强行度化我天庭正神，真欺我天庭无人吗？该死！燃灯这老秃驴竟然一出场就动用圣人法力，遮蔽了天机因果，令昊天境都无法探查到其龌龊行径。传朕旨意，去告诉中天紫薇北极大帝，燃灯说他的周天星斗大阵是摆设。陛下息怒，贫僧只为度化哪吒，免其堕入无。好一个慈悲之心！古佛的慈悲，就是趁人不备，以圣人之力偷袭，强行度化，锁人元神，堵人口舌。这份慈悲，未免也太霸道了些。好胆！小辈安敢屡坏本座好事？燃灯，收起你那套伪善的说辞。哪吒之仇，自有其因果，自有其了断之法。天庭之威严，不容你践踏。什么情况？这二郎神的气息怎么突然变得如此强盛？难道他之前一直在戏耍俺老孙？玉帝已经动怒，不能和天庭硬着来。我佛慈悲，哪吒、李靖之因果，实与本座当年无心之举相关，演变成如今这般，非本座所愿，故本座前来调和。哪吒、李靖已死，昔日恩怨能否放下？秃驴，少在这里假惺惺！我的路我自己走，我的仇我自己报，我的怨我自己了，用不着你来慈悲，更用不着你来度化。今日你暗算之恩，我哪吒记下了，必有回报。人死债消，既如此，本座便当施主已放下昔日之恩怨，今日之因果，本座来日再来偿还。可恶！这老秃驴虽然因果缠身，圣格有缺，但仍是圣人。我如今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不能连累二哥跟着殒命。阿弥陀佛，既然因果已了，那李靖的身躯与这宝塔残片，本座便带走了。施主，你这是何意？我何意？你特意跑来是想复活李靖，好以此胁迫金吒、木吒继续听命于佛门吧？施主心思太重，不如和我去西方世界走一走。
图里是圣人境界，12品竟是白莲抵挡不了。燃灯，你越界了，再不退走，斩你！被锁定了，该死！周天星斗大阵全激活状态，天庭动真格了。燃灯，你越界了，再不退走，斩你！虽然天道规则下圣人真灵不灭，非天道剥夺圣位，圣人难以死亡，但周天星斗大阵足以重创我肉身，再加上圣阁本就有瑕，若陷阵中遭三清或玉帝出手，恐有彻底湮灭之危。紫薇陛下，此事恐有误会，本座无意与天庭为敌，既天庭自绝因果，本座这便告辞。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北斗主杀，星云灭。紫薇，此因果本座记下，佛门大兴日必清算。佛门大兴，佛门大兴个卵！再啰嗦，斩了你这过期佛！哼，算你跑得快。周天星斗各归其位，北极四圣巡视诸天。我的天，多少年了，竟然再一次目睹圣人之战，三界或许真的要乱了。这才是天庭的真正实力吗？可笑我竟然以为自己已经天下无敌，连那杨戬都隐藏了实力。哼，这天庭闹不了了，风紧撤呼。多谢道友帮忙，俺老孙的结义兄弟都没来，只有你仗义出手，这份情俺老孙记下了。这猴子似有所察，大闹天宫或许要进行不下去了。猴子是佛门大兴的关键棋子，若举报封印这猴子，如来是否会来见我？这猴子似乎有所察觉，大闹天宫或许要进行不下去了。道友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跟俺老孙回花果山喝酒吃桃去。猴子，你不能走，战斗还没有结束。什么意思？俺老孙不大闹天宫了，回去当妖怪还不行吗？这猴子果然发现了端倪。你以为天宫是什么地方？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？你这是要逼俺老孙大闹天宫？你们到底在算计俺老孙什么？他们答应了西方教，让你帮忙推动佛法东传，把类似于刚才那个秃驴的一群佛引进来啊，和他们共分天下。共分天下？他们是脑袋坏了吗？人家都来抢地盘了，还帮着人家。道友，方才你虽有帮助天庭，但西游这件事情乃天道钦定，不可逆。天条规定，你母亲要一直被压在桃山下，你为什么还要去劈桃山呢？哈哈哈哈，就是，天条如果没问题，你劈桃山干什么？知道错了还不改，没见过这么笨的。火猴，你找死！天道规则不是你们能懂，违背天道的后果，更不是你们所能承受。哦，意思是，你比我更懂天道。可恶，忘记这家伙是天道监察使了。论对天道的理解，三界之内，恐怕无人能出其右。纠缠天道作甚？速擒妖猴！别命令我！老子找天条不是因认同，是不想让这天条继续残害无辜。可恶，竟然敢这样和朕说话！去请太上老君，接下来该他出场了。结束，大结束。西游亮节尚未正式开启，就因一个小小的李靖险些酿成圣人大战，这凶险程度比之当年封神之战也不弱。
不行，必须尽快推演出化解那陨圣丹的方法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燃灯栽于小辈，千年布局毁于举报，妙极！乱吧，越乱越好。大师兄当年行化胡为佛之策，欲将佛门纳入玄门，谋取天道功德，结果反被我那好徒儿多宝如来算计，让西方教自立门户，反噬玄门气运。如今老师红军又钦定佛法东传，哼，以佛治道，现在又凭空冒出来一个天道监察使，这是嫌佛道之争还不够乱啊！既然如此，本座就帮你们再添一把火。师弟，我们三个若再起争端，老师怕是会将我们三个全都给收拾了。一患多，死又何妨？总不能活得不快活吧？小外甥，快让开，别挡着俺老孙！不让，打完再走。燃灯的出现是个警醒，虽然有12品净世白莲护身，但在圣人面前，我还只是个蝼蚁。若是再像先前那般横冲直撞，没把满天神佛封禁，自己反倒要先领盒饭。得想办法让他们内部争斗起来。这是举报李靖成功获得的奖励，一坛三光神水，洪荒第一疗伤圣药，可重塑肉身，补纯真灵，逆转生死，一滴便能让倒掉的人参果树复活。虽然是神秘级先天灵物，量也很可观，却不能让我立地成圣，还是要抓紧时间提升修为。举报谁呢？二郎神，你当真要助纣为虐，帮你那个害死你亲娘的舅舅吗？泼猴，休得猖狂！既然已经暴露实力，便没必要再留手了。我举报二郎神。我举报二郎神滥用职权，恃强凌弱，虐待动物，严重破坏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。可恶，竟然用这种罪名举报我！你虽有12品净世白莲护体，但却也抵挡不住我的银间宝戟，莫要自误。罪名成立，举报失败，下一次举报成功率提升至46%。初始成功率竟然只有8%。二郎神只是战力比肩准圣，若是举报真正的准圣，甚至圣人，初始成功率得有多低？还好先前没一时冲动举报燃灯，否则那成功率怕是比我的命还要长。本来想把这三光神水送你，助你唤醒瑶姬仙子真灵，算了，看来你不太想要，还是给猴子吧。不要！你说什么？风太大，听不清。刚才是我说话声音大了点儿，还请道友将三光神水给我，我杨戬愿意做任何事情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我举报司法天神二郎神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严重损害天庭威信。我举报司法天神二郎神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严重损害天庭威信。你什么你？难道我举报的不对吗？道友，举报的对，请将三光神水给我。我举报二郎神虚与委蛇，做事好不利索，严重影响司法天神的威信。道友，举报的对，请将三光神水给我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为何要如此折辱二哥？只要能救活母亲，这些折辱又算得了什么？杨戬，你可要保护好我。若是我不小心受了什么伤，这三光神水肯定就要先用来治疗我自己了，对吧？对，
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道友分毫。请将三光神水给我。我举报二郎神不遵天条，公然与我这违反天条之人进行交易，严重影响天条的公正性。道友举报的对，请将三光神水给我。要不你就把三光神水给他吧。俺老孙也知道士可杀不可辱的道理。这三光神水，你还想要吗？我还能继续举报吗？想要，道友，请继续举报。真乖，我举报你的罪名，我想不到了。但是举报不成功，我就没办法把三光神水给你。道友想不到罪名，我给你提供罪名，但请道友举报成功后，定要将三光神水给我。既然你强烈要求，那我只能勉为其难的接受了。我的罪名还有阳奉阴违，做2个账本，欺瞒玉帝与王母。真君慎言，此乃欺君之罪。我说他怎么会突然那么听话？原来一直在骗我们。他这司法天神的位置干到头了。都别动！司法天神之位算什么？只要能救回母亲，任何代价都值得。道友尽管举报，若是不成，我还有别的罪名。这么配合，搞得我都有点不习惯了。我举报二郎神阳奉阴违，做假账，欺瞒玉帝王母，严重损害玉帝与王母的信任。此罪若坐实，不比李靖那2面3刀的二五仔罪名轻。二爷必被剥夺神位，逐出天庭。可恶，这么做值得吗？二爷觉得值，就是值得。大不了我们反出天庭，继续做妖精。经天道监察使举报，二郎神触犯阳奉阴违之罪责，现降落天罚9霄神雷，以示惩戒。这才叫真正的肉身成圣，李靖那个半吊子差远了。好啊，这三燕仔果然一直在骗俺老孙，他的身体竟然比我的金刚不坏身还要恐怖得多。你的金刚不坏身属于牺牲潜力，提升修为的取巧之法，自然和性命双修的肉身成圣比不了。而且你此生都很难再进一步，无法正道成圣。什么？太上老君那个糟老头子敢害俺老孙？不好！俺老孙这就去东帅宫砸了他的破炉子！找死！你以为老君只是炼丹老头？他掉件法宝都能砸死你！那个老头有这么多厉害的法宝，重点是实力。刚才那秃驴，老君咳一声他就能吓跑。2金藕，你没骗俺老孙？老君要是真有那么厉害，那当年俺老孙怎么可能一脚掀翻他的八卦炉，还抢了他那么多金丹？你才叫2金藕！你个没脑子的破石头，你自己去想想为什么？好啊，你们天庭这些坏痞，果然都在骗俺老孙。你现在才知道吗？屏障大圣。你现在才知道吗？屏障大圣。什么大圣？什么大圣？屏障大圣啊！阎王数万年的烂账，龙王数千年的贪污，蟠桃园缺失的桃子，太上老君亏欠1000年的仙丹，李靖虚报的空饷，都被你给平了。你不是屏障大圣是什么？
哇呀呀呀！欺猴太甚！天庭这群坏痞竟然拿俺老孙当冤大头！俺老孙要把他们全砸成肉泥！行了，账都已经平了，不如留个好名声。以后你走到哪里，他们都得卖你个面子。俺老孙咽不下这口恶气，俺要弄死他们！行吧，那你去吧，反正他们也是要让你大闹天宫，然后再抓你的。哼，要不是你拦着，俺老孙定要把那些混账神仙打个稀巴烂。戏真多。恭喜宿主成功举报二郎神，奖励宿主89玄功初阶1转，万年天仙法力，境界提升至12品天仙，超越9品极限，与天同寿，万劫不灭。好强悍的力量，这就是肉身成圣的无上法门，不仅包含72变，法天象地，大成后还能铸就万劫不灭体，远超寻常大罗金仙，甚至有望正道成圣。检测到宿主成功举报二郎神，是否立即封禁二郎神？若选择否，则视为放弃封禁。举报成功，请道友将三光神水给我。是否封禁二郎神？倒计时10、9。举报成功，请道友将三光神水给我。你伤成这样，百年难愈。现在给你神水，你能逃出天庭。我会保护好二哥，不就是闹天宫吗？又不是没闹过。我们给二爷断后，我给主人开道。你要他们为你而死吗？好兄弟，你们先走，他们杀不死我。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对呀，二爷，要走一起走。我死也要和主人死在一起。快走！我的话也不听了吗？不走！你做什么？只有全盛状态下，你才有可能将他们带出去。三光神水是我用来救母亲的。你这不是在耍二哥吗？通过天道之劫重伤二哥，现在又假仁假义的救二哥。命都没了，留着三光神水有什么用？你们想都死在这儿吗？更何况，谁说我只有一滴三光神水的？刚才是我说话声音大了点，江大哥，多余的那滴三光神水能给我吗？我也可以让你举报，一直到举报成功。刚才是我说话声音大了点，江大哥，多余的那滴三光神水能给我吗？我也可以让你举报，一直到举报成功。你也要三光神水？我想复活我的母亲，现在那个床边婆婆不是我母亲，是几十世转世轮回的复合体。道友既有多余的三光神水，请帮帮哪吒。1000年来，哪吒一直活得很痛苦。你们觉得我像烂好人？江大哥，任何要求我都答应，只求三光神水。是给你还是给太乙真人？哦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太乙救苦天尊。上一世被这太乙老儿狠狠坑了一把，我才知道莲藕哪吒的背后还藏着天大的隐秘。江大哥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三光神水当然是我想要，怎么会给师尊？而且以师尊如今的修为，也不需要三光神水。不需要吗？
圣人都需要三光神水。太乙救苦天尊只是准圣巅峰，竟然对三光神水毫无需求。你想救的人是李靖。我的意思是，师尊没有需要救的人。行了，你一个莲藕化身，就别在这里演什么母子情深了。你要真有感情，为何不回去救你那被镇压的本尊？本尊？什么本尊？我就是我啊！真的一点都不记得，你那被困在莲池之中，每日被抽取灵韵，永世不得超生的三头六臂阿修罗本尊了吗？本尊？什么本尊？我就是我啊！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，你那被困在莲池之中，每日被抽取灵韵，永世不得超生的三头六臂阿修罗本尊了吗？还是说，你一直是太乙救苦天尊，亲自操控着？本我早已被净化。太乙救苦天君，胆敢欺天！和我称兄道弟的哪吒，背后一直是太乙救苦天尊在操控。哪吒兄弟的阿修罗本尊还在世。莲儿重生后的哪吒，确实比以前那个无法无天的小魔王要听话懂事许多。不可能！我就是我！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不是我？真正的哪吒，桀骜不驯，可不会像你这么好交流，更不可能去教孙悟空什么人情世故。而且，我的12品净世白莲可以隔绝一切神念控制，令真相浮现。我的好师傅，你万般算计，终究还是没能骗过天道。这天要变了！好个天道监察使！真人护一图，天尊度众生！师尊，你的算计被识破，你要身败名裂了。好个天道监察使！真人护一图，天尊度众生。师尊，你的算计被识破，你要身败名裂了。师尊，来来回回就这几招，你也换个新花样，让我爽一爽啊！想激怒我，拖延时间助那监察者，孽障！在绝对实力前，一切算计皆徒劳。也罢，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圣人为什么叫圣人。我的好师傅！你万般算计，终究还是没能骗过天道。这天要变了！道友赶紧逃吧！太乙乃准圣巅峰，他掌生死业力轮回法则，坐骑90元兽，可以撕裂空间，禁锢敌人，幽冥炼狱，业火滔天。哪怕是圣人都要避其锋芒。燃灯不同，他属天庭顶级势力。玉帝纵怒其7天，已不会为你动周天星斗大阵。道友太冲动了，此等秘辛，岂能毫无防备公之于众？那可是掌规则之力的圣人。没用的，圣人一念通3界，逃往何处？更何况，我敢公开，就没想过逃走。不好，他要被九幽地狱吸进去了。伐天象地！
我举报玉皇大帝统帅三界不力，用人不明，严重损害三界主宰的威严。他封禁10万天兵，4大天王，害死李靖，朕没有处罚他，他竟然举报朕！我举报玉皇大帝统帅三界不力，用人不明，严重损害三界主宰的威严。天道监察使，你为何不举报太乙救苦天尊？你身为玉帝，统领三界，三界之中任何事情出现问题，都与你脱不了干系。举报你，合情合理。说的竟也有几分道理，可你为何不直接举报他太乙救苦天尊？我就举报你，他弄我，我就举报你，要怪你就怪他。三界哪有这种道理？罪名成立，举报失败，下一次举报成功率提升至4%。果然，与圣人差距太大。修为提升后，举报圣人的初始成功率竟然还只有2%。不过，即便每次只提升2%的举报成功率，也足够了。玉帝，你应该也能感受到天道的关注了吧？太乙救苦天尊，胆敢当着朕的面谋害天道监察使了，真把朕当摆设吗？为了一个如蝼蚁般的天道监察使，玉帝竟然越过元始天尊找我麻烦，当众斥责于我，此子妖言惑众，坏我根基，损我名声。我将他抓来拷问一番，有何不可？你敢挑战朕的威严？玉清元始大天尊就是这么教你的？你敢挑战朕的威严？玉清元始大天尊就是这么教你的？陛下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点名元始大天尊，陛下这是要捅破天吗？西游亮节还未启动，道门内战就要开先起了吗？玉帝，你敢辱无师圣明！你要反出三界吗？平素礼让，真把寡人当病猫了。你，玉帝今天怎么会如此强硬？难道他真的不怕三界大乱，道祖降罪吗？哈哈哈哈！干得漂亮，昊天！你早就该这样，让他们分分清楚谁是大小王。有点意思。南天门。老臣教徒无方，请陛下赎罪。些许小事，敬劳大天尊亲临，朕实在惶恐。太乙，还不跪到陛下面前认错？真会演戏，恶心。没意思。可恶，竟然暗中出手，以大欺小。这怎么可能？8九玄功不是只有金仙才能修炼吗？他一个天仙是如何做到的？还好，净世白莲比较克制邪祟与业火之类的攻击，问题不大，休养几天就好了。不，我伤得很重，必须要用三光神水进行治疗。你这点伤，哪里用得上三光神？你竟然将三光神水当恢复药剂用！够劲！不愧是洪荒第一疗伤圣药。暴殄天物！
一滴三光神水而已，咱又不是用不起。那可是三光神水，圣人都眼馋的洪荒第一疗伤圣药，他竟然直接倒了一大碗出来。别大惊小怪，他敢看我一眼，我就回他一个天劫。我举报。一整瓶，这小子哪儿来的一整瓶三光神水？老道我练了这么多年的丹，拢共也就攒了3滴，他一口全闷了。元始天尊，你以为你是圣人就能护住这等卑鄙小人？今天我就让你亲眼看着你这好徒弟是怎么遭天谴的！黄口小儿，休要大放厥词！有师尊在此，能奈我何？天道在上，今有阐教12金仙太乙真人，身为圣人门徒，却暗算伤人。他为一己私欲，操控弟子滥杀无辜，严重违背天道规则，其罪当诛，罪无可赦。江夜实名举报太乙真人。核查完毕，太乙真人已按下罪名选择，太乙真人罪名成立，举报成功。不，师尊救我，救我呀！他竟然真的能引动天道，锁定我玉虚宫的亲传弟子。好一个江夜，竟敢当着本座的面拿天道来压我阐教！真以为本座不敢杀你？元始天尊，你也有今天。你那宝贝徒弟被人当场举报，天道之眼就悬在头顶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这个凡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手里有一整瓶三光神水，连天道都能引动，他背后难道真的是老师？可恶！若太乙被天道雷劫劈死，这因果必定会反噬阐教，甚至牵连我的圣人道果。小友，方才之事确实是太乙行事偏激，本座代他再次向小友赔罪。堂堂圣人，竟然真的低头了，还请小友高抬贵手，撤了这举报。本座向你保证，定让太乙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，如何？好狠的老贼！表面求和，暗地下死守，神魂都要被碾碎了。江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江夜，可是有诈。我没事。小子，怎么这么不惊讶？别怕他，元始这老东西最爱面子，他就是吓唬你的。老师现在可盯着他呢，他要是敢动你，天道神雷第一个劈碎他的玉虚宫。还望通天教主指点。你尽管挺直腰板跟他提条件，有本座在暗处给你盯着，借他1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真的撕破脸耍花样。满意的交代。想让我撤了举报也可以，我只有一个条件：太乙真人立刻解除哪吒莲藕化身的所有禁制，放出他被封印在幽冥面狱的阿修罗真身。这绝对不行！一旦放了哪吒的真身，就再也掌控不了他了。我这1000年的心血和布局，岂不是彻底作废？按他说的做。师尊，这是弟子1000年的心血呀！还不动手？你想被天道神雷劈得神魂俱灭，连累整个阐教吗？老匹夫，你困我1000年！这笔债，小爷迟早会找你算个清楚。
条件我已经做到了，你还不快把天道举报给撤了？撤？我只说这是条件，可没答应你照做之后，我就会撤。你敢耍我？庶子，你找死！天道在上，今日我不仅要举报太乙真人，还要举报这天庭之主玉皇大帝。他不分黑白，纵容属下为祸三界，视众生为蝼蚁，德不配位。对玉皇大帝举报成功率提升至10%。这宝殿怎么老是震动？我是无辜的。疯了！这小子彻底疯了！这庶子竟真敢把事情做绝，天道之力已经开始关注这里，再待下去，怕是连我阐教都要被牵连彻查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还不赶紧跟我走！哈哈哈哈！好小子，连高高在上的元始天尊都被你怼得逃跑了，俺老孙这回是真服了。江兄，多谢你助我寻回真身，从今往后，我哪吒这条命就是你的。谁敢拦你，我先一枪捅穿他！江兄大恩，杨戬没齿难忘。这腐朽的天庭，我也早就忍够了。算我杨戬一个。自家兄弟，不必多礼。不过，这出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天道在上，玉帝为一己私利镇压亲妹，逼迫外甥，无情无义。对玉皇大帝举报成功率提升至20%。他任人唯亲，纵容属下神佛为祸人间，视三界苍生如草芥蝼蚁，致使生灵涂炭。对玉皇大帝举报成功率提升至30%。如此冷血自私、德不配位之徒，有何资格执掌天庭？今日我江夜实名举报玉帝，求天道降罚，重塑三界，朗朗乾坤。对玉皇大帝举报成功率提升至50%。天威降临了，天庭要塌了！停下！快让他停下！朕是三界之主，天道怎么能查朕？朕没有错！我举报玉帝老二纵容属下神佛贪赃枉法，这桩桩件件，天道可都看着呢。对玉皇大帝举报成功率提升至60%了。都愣着干什么？快护驾！天道震怒，这凌霄宝殿怕是保不住了。玉帝失德惹怒天道，如今大势已去，得早做打算，随时准备抽身，绝不能给他陪葬。江兄，你举报的没错，这玉帝自私无情，本就不配当三界之主。大胆狂徒，休要在南天门放肆！妖猴！大闹天宫，搅乱蟠桃盛会，偷吃仙酒金丹，犯下滔天大罪。今日我定要将你擒下，交由玉帝发落。俺老孙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个管河水的。你敢辱我？辱你又怎样？就凭你也敢在俺老孙面前叫嚣？再不滚开，看俺老孙不把你打跪下！杨戬，你身为天庭司法天神，竟然勾结妖人，背叛天庭，你该当何罪？这腐朽不堪的天庭，我反了又如何？冥顽不灵！众星宿听令，今日定要将这叛徒拿下！妖猴，拿命来！来得好，俺老孙今天就拿你出气！杨戬，
你身负天庭要职，深受玉帝皇恩，如今竟敢勾结妖孽，背叛天庭，罪该万死！受恩？他镇压我生母，算什么恩？我早就不想待在这腐朽不堪的天庭了。今日我便反了又如何？狂妄逆贼，给我拿下！当我者死！反动二爷，先过我们兄弟这一关！想过去帮忙，也不问问小爷手里的火尖枪答不答应？哪吒，竟敢阻拦天君执行公务！去你娘的天君！小爷今天就站在这儿，谁敢往前一步，我就把谁扎成筛子！天庭的底蕴确实深厚，硬拼下去只会两败俱伤，必须找准痛点，继续扒掉这群神虚伪的皮。杨戬，你平日里高高在上，今日倒行逆施，只要拿了你，玉帝定有重赏，这天庭便能有我一席之地。逆贼杨戬，拿命来！景木轩，上一世你私下凡间化身黄袍怪，强抢民女，吃人无数，更是佛门西游布局里的重要棋子，罪孽深重。今日便先拿你开刀！天道在上，今举报天庭28星姓景木轩监守自盗，私离天庭，下凡为妖，强抢宝象国公主，滥杀无辜，罪无可赦。核查完毕，景木轩罪名成立，举报成功。不，这是什么？痛快！江夜兄弟干得漂亮，这老阴险就该被雷劈！哈哈哈哈！好手段，俺老孙今天也要杀个痛快！举报景木轩成功，奖励舍利子玲珑内丹，宿主修为突破至转正初期。转胜初期，这力量足够了。佛门安排在取经路上的布局，今天我要全部粉碎。下一个受罚的选谁呢？这是什么妖法？一句话就把金仙后期的景木轩废了大半修为。这小子邪门，连天道雷劫都能引动。撤！快离他远点，别管哪吒了，保命要紧。现在想逃，晚了。既然来了这南天门战场，谁也别想轻松退下去。天道在上，今举报东方青龙七秀角木蛟、亢金龙等人临阵脱逃，擅离职守。核查完毕，东方青龙七宿罪名成立，举报成功。不是哥们儿，不带这么玩的，打不过还不让跑啊！举报北方玄武七秀、南方朱雀七秀，遇见其他星宿有危险不帮忙，枉惧28星宿威名。核查完毕，罪名成立，举报成功。不是，天道惩罚我怎么帮啊？太欺负妖了！我和他一起扛，总不能举报我了吧？举报西方白虎七秀，披着神仙外衣的伪君子。28星宿分子我实力，实地举报成功。天罚落。大帝救命啊！我靠！几句话把天庭的28星宿给团灭了，这煞星我喜欢。借天道之手，行肃清之事，天庭真是腐败不堪。哈哈哈，痛快！江夜兄弟干得漂亮，这群道貌岸然的杂碎就该落得这个下场。下一个，谁来领罚？28星宿竟然全废了！这江夜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跟我交战也敢分心，找死！天庭的走狗，下去陪葬吧！不，大帝救我！紫气东来3万里，此为大帝塔。居然本尊降临了！本地的人还轮不到尔等来收。
多谢大帝救命之恩，属下无能，请大帝责罚。这老东西竟然能逆转生死，硬生生把人拉回。嘿，俺老孙倒要看看他能救活几次。一群废物，连同等修为的天劫都扛不住，脸面都丢尽了，仗着几分诡异手段，也敢妄图轻覆天庭。今日，本帝便让你知晓，何为天威不可犯。想动他，先从我杨戬身上踏过去。老泥鳅，俺老孙的棒子可不管你是什么大帝。群体举报28星宿成功，奖励89玄功，宿主肉身强度提升至准圣巅峰，获得天道契合度加40%。准圣巅峰的肉身强度。现在的我，就算站着不动准圣岛，他也休想伤我分毫。此子肉身修为为何突然暴涨？打了小的，来了老的，紫薇大帝是吧？既然你非要在这个时候出头，那我今天连你一块举报。就凭你接连封禁天庭神将，虽不知你用了何等妖法，引动天道之力扰乱天庭，但你纵容杨戬斩杀天庭神将，做得太过了。今日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解封28星宿与之前所有被封禁的神将，自废修为。我可以宽宏大量，饶你一条性命，将你打入凡间，永世不得修仙。废我修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那第二呢？第二，你若是不答应，我便立刻出手斩杀杨戬，永远没有机会去救出他的母亲瑶帝。你敢拿我母亲做筹码？哼！杨戬，在大帝面前还敢放肆！去你爷爷的！老泥鳅，敢当着俺老孙的面动我兄弟，你问过俺手里这根铁棒没有？紫薇老儿，你真当我们是天庭那些任你拿捏的软骨头吗？拿杨戬的母亲威胁我，看来你这紫微星的位子今天是做到头了。本座在等你的答案。舍弃你这好不容易拉拢来的得力战将，还是乖乖向天庭低头认罪？这个人看似疯狂，但心思聪明。杨戬的战力至关重要，他绝不敢拿杨戬的命和瑶姬的下半身。狂妄庶子，这回看你如何收场。江夜小子，你若连这点胆魄都没有，可就太让本座失望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大帝救命！大帝，今天谁也救不了你。封禁。嘿，蒋兄弟真有种！谁也不放在眼里，痛快！江夜，你找死！杨戬，你倒是个聪明人，知道躲在这狂徒身后。不过，本座先把你这个碍事的收拾了，再慢慢收拾他。二哥小心，这老东西不讲武德。紫薇大帝，我江夜做事，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你想动杨戬，先过我这一关。不过是准圣肉身，优势在我。本座统御万星、镇压3界的时候，你祖宗还没出生呢。我没出生的时候你是这样，我出生后你还是这样，那你也不行啊。好，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！今日本座便将你这异术，连同这些不知死活的叛逆一起捏碎。无知蝼蚁，一起上路吧！大帝，求求你，不要杀我家主人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劝住主人。
你要罚就罚我，求求你放过我家主人吧！条畜生也配替主求情？滚！天庭神佛无情，这狗护主心切，但在他们眼里，连个笑话都算不上。系统，我要举报哮天犬，罪名助纣为虐，协助杨戬为天庭卖命，残害反天义士，知情不报，罔顾逐母妖姬被困之苦。核查完毕，罪名成立，举报成功。举报哮天犬成功，奖励3届第1追踪术。3届第1追踪术，哪怕是圣人，只要留下一丝气息，也能精准追踪。来的正是时候。嘿，江兄弟这是演的哪一出？怎么连哮天犬都收拾了？紫薇，你欺人太甚！就凭你，也敢妄图撼动天威，死！玉鼎教出来的这个杨戬，真是半点规矩都不懂。为了条畜生，竟敢对紫薇动手，简直丢尽了我阐教的脸面。此子执念太深，妖姬之事终究是天庭的一根刺，今日爆发，倒也在情理之中。哈哈，打得好！哈哈哈哈哈！元始，你那套虚伪的规矩，早就该被这帮年轻人捅穿了。哼，通天，自身难保，还有心思看戏？哦，竟然然命破了本座的禁锢！紫薇老贼，今日我杨戬与你不死不休！披符撼术！老东西，你的对手可不止一个，小爷我也看你不顺眼很久了，接招！2个反骨贼！打得好，打得妙，江兄弟，你这算盘打得够响。这2个货封起来，紫薇这老儿难应付。杨戬和哪吒积压了1000年的怨气，若不彻底释放，永远无法突破心魔。紫薇只是他在擦胶时，打吧，闹得越大越好。天庭的根基摇晃得越厉害，我的封神榜就越能发挥作用。哪吒，封印全开，我主攻！今日非要撕下这虚伪大帝的一张皮不可！正有此意。冥顽不灵，本座今日便代天行罚，清理门户。姓姜的妖人！紫薇大帝真火一出，杨戬和哪吒也自身难保。你以为引动点天道皮毛就能翻天？大帝腾出手来，下一个就把你这妖人打入18层地狱，剥皮抽筋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！呆子，闭上你的臭嘴，吃俺老孙一棒！还有你这死泼猴，放着好好的齐天大圣不当，非跟着来路不明的妖人混在一起。天兵踏平了你的花果山，把你那些猴子猴孙全抓来下酒，看你还狂不狂！气煞我也！俺老孙今天非把你剁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骂你怎么了？本帅背后是北极4圣，是这漫天星辰，一个山野妖猴也配在这凌霄宝殿前叫阵？天蓬，真以为你那点烂事没人知道？既然你急着找死，我就先拿你祭旗。天道在上，天道在上，我举报天蓬在其位不谋其政，玩书职守，贪恋女色，调戏嫦娥在先，纵兵残杀凡间水族在后，罪孽深重，请天道裁决。
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核查完毕，罪名成立，判定目标拥有吸星因果加持，举报失败。对天蓬元帅下次举报成功率提升至20%，同目标可无限累积。天罚？怎么可能？他真的能沟通天道？疯了！连天蓬元帅都扛不住举报，天道又响应了。快走！这江野邪门的很，万一他下一个点名点到咱们头上，那千年修为就全废了。江兄弟，真有你的！瞧这天蓬，吓得连屁都不敢放了。天蓬，这只是个开始，你欠下的债，这辈子都还不完。猴哥，别管这些杂碎了，去帮杨戬。今日我们要让这南天门彻底换个颜色。好。哪吒，你们识天庭俸禄，受玉帝恩赏，如今竟敢跟着这来路不明的叛贼作乱。恩赏？你是说我母亲被镇压在桃山下的恩赏，还是我劈山救母时落下的天雷？少废话！老子这条命是剔骨还肉换回来的，跟天庭没半点关系。今天谁挡江大哥的路，谁就死。该死，一个杨戬就够头疼了，现在连这2个都来帮忙了。江夜到底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？江夜，你以为凭你们4个就能翻了这天？紫薇，你口中的秩序，是建立在凡人尸骨上的秩序，这种天，翻了又何妨？嘿，说曹操，曹操到，这西边的婆娘来得倒快。来了，是菩萨来了。阿弥陀佛，江夜施主，杀孽太重，因果难消。你可知你今日所为，已让这3界众生陷入万劫不复之境？菩萨，若非你们布局谋划，这3界何来万劫？你来得正好，省得我日后再找你。悟空施主，你本有天命在身，护送取经人西行，求得真经，届时金身正果，岂不比在这废墟中厮杀要好？正果？那如来的老窝，俺老孙可不稀罕。俺可是听说了，你们那是骗猴的幌子。你若就此收手，随我去西天面见如来佛祖，潜心修佛，或许还能保全这些残魂孽障。如若不然，观音大士，你少在这里假慈悲！你口口声声劝人向善，要我放下屠刀，那我问你，凡间那些被妖魔分食的婴孩，那些哭嚎的百姓，你佛门何曾看上一眼？你佛门冷眼旁观，那时候你的慈悲在哪里？阿弥陀佛，世间苦难皆是众生自消业果，历经此劫，方能大彻大悟。好一个自消业果！你们为了西天取经的功德气运，纵容灵山脚下的坐骑童子私自下凡，他们占山为王，吃光了整整1个城池的凡人。你为了布局，暗中让那些妖孽下凡作乱，酿成无边血海。等取经人到了，你们再不紧不慢的下凡，挥挥衣袖把妖怪收走，凡人还要对你们感恩戴德，跪拜上香。这就是你说的普度众生，这就是你说的修佛。你手里拿着玉净瓶，嘴里念着大慈大悲经，可这脑子里肚子里装的满是男盗女娼的算计。这副伪善的面具你戴了成千上万年，难道你就不觉得累吗？这副伪善的面具你戴了成千上万年，难道你就不觉得累吗？他怎么敢这么对菩萨说话？此子狂妄无边，必然会遭报应。疯了，这江夜彻底疯了，当众撕开佛门的遮羞布，灵山那位绝不会放过他。怎么不说话了？
是被我戳中了痛脚，维持不住你那高高在上的菩萨法相了吗？上一世，我亲眼看着同胞被妖族吞噬，神佛在天上笑谈风月。这一世，我要把你们这层皮一张一张全撕下来。江夜施主，口舌之快，救不了三界，更救不了你。你既然执意自绝于天道，那贫僧也只能替天行道了。老鸡婆，俺老孙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高高在上的鸟样，要打便打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小爷我的命早就还给天帝了，今天谁挡江大佬的路，谁就死。天庭欠我的，佛门欠众生的，今天一并清算。既然你们执迷不悟，那便去那幽冥黄泉，继续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吧。我要举报观世隐，罪名伪善欺世，纵容妖邪，布局算计三界，残害凡人性命，扰乱天道秩序，罔顾生灵涂炭。核查完毕，罪名成立，此次举报失败。对观音菩萨下次举报成功率提升至18%。这是天道之眼。我要让这天再遮不住我眼，我要让这地再埋不了我心，我要让这漫天神佛都烟消云散，我要让这三界众生都不再受神佛欺压。可恶，这是个疯子，彻头彻尾的疯子！他竟然立下如此逆天之言，引得天道共鸣。陛下，这誓言穿透了33天，整个三界的妖魔鬼怪都要暴动了呀！天庭的威严扫地了！快，传旨真武大帝！传旨9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，给朕杀了他！不惜一切代价，必须立刻杀了他！他疯了！他竟然敢当众立下如此逆天誓言！这可是要和整个天庭、整个灵山不死不休啊！若是天道真的应验，咱们岂不是都要神魂俱灭？好一个狂妄的蝼蚁！本座原以为你只是受了孙悟空的蛊惑，想在这南天门闹上一闹，没想到你的野心竟然这么大，不只是要反天庭，还要掀翻整个漫天神佛的统治，此等艺术绝不可留！放肆！区凡俗妖怪，竟敢大言不惭，说要让我漫天神佛烟消云散，简直是欺天罔极！佛祖，请降法旨，弟子愿即刻下凡，镇杀江夜这个妖人，维护我佛门威严，绝不能让他坏了西游大计。镇杀妖界，护我佛门！哈哈哈哈！好一个让漫天神佛烟消云散！元始，老子，这才是反抗天道不公的声音。江夜啊江夜，你小子果然对本座的胃口。当年封神之战，阐教与天庭联手，算计我截教，害我弟子死伤殆尽。今日，终于有人敢把你们这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踩在脚下了。江夜，你只管放手去干，本座定会助你一臂之力。这庶子不仅当众坏了我的名声，现才敢立下如此逆天的誓言。若不除他，不仅佛门的布局全乱了，
就连我的果位也保不住。江夜，你真的要一意孤行，与整个漫天神佛为敌吗？怎么，菩萨怕了？还是说，刚才天道的警告还不够让你清醒？本座乃佛门大菩萨，岂会被你几句狂言吓退？江夜，你可以不在乎自己的死活，但你总不能拉着别人给你垫背吧？你可别忘了，杨戬的母亲瑶姬还被压在桃山之下。桃山的禁制，乃是玉帝借用天道法则亲自布下。这3界之中，除了玉帝本人，便只有我佛门那无上佛法才能彻底化解。你若是再敢执迷不悟，我便立刻出手，加固桃山禁制，让瑶姬永世不得翻身。你敢！杨戬，你为了救母，隐忍1000年，甚至不惜给天庭当差卖命。如今，你真要为了这个疯子断送你母亲最后的生机吗？江夜，你能引动天道又如何？只要捏住杨戬这个软肋，本座笃定你会选择妥协，乖乖向我佛门低头吧。菩萨，你是不是觉得捏住了杨戬的软肋，就等于拿捏住了我江夜？江夜，你虽有几分诡异手段，能引动天道雷罚，但你终究是个凡人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真以为披着一身佛光，就能掩盖你那满肚子的男盗女娼？好兄弟，骂得好！这老尼姑就是欠骂，俺老孙早就看不惯他这副虚伪做派了。天道在上，今日我江夜实名举报南海观世音菩萨。观音菩萨罪恶滔天，业障缠身，德不配位。举报失败，目标业障达临界值，下次举报成功率提升至88%。好，这才是真正的替天行道。怎么会这样？天道雷法锁定了我的神魂，这可是能让准圣巅峰都生死道消的灭世天法。一旦落下，我亿万年修为将化为画饼。佛门的大计也全完了。菩萨，我看你还能撑到几时？最后一次举报。菩萨，我看你还能撑到几时？最后一次举报。观音当诛！举报审核中，当前举报成功率99%。我还不能死，我不能死在这里！佛祖，救我！师尊救我呀！观音乃是我佛门取经大计的关键落子，若他今日陨落在南天门，天道反噬之下，我佛门东传的布局将彻底崩盘，这江夜当真留不得了。火热八马空。江夜，你看到了吗？这是世尊如来的无上法力，
你区区一个凡人，就算能引动几分天道之力又如何？在灵山面前，你终究只是一只蝼蚁。这如来老儿竟敢插手！江叶兄弟，俺老孙这就上去敲碎他那层乌龟壳。猴哥，且慢，如来的佛光护不住他。江叶，如来佛祖法力通天，这佛光已经隔绝了天道雷法的气息，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哈哈哈！世尊如来，好大的威风！他以为凭借一己之力就能替这满身罪孽的菩萨逆天改命，痴心妄想！天道在上，今日我江叶对南海观世音菩萨再次发起举报。核查完毕，观音菩萨罪名成立，举报成功。不，混沌天雷，如来救我！我不是没有业障了吗？谁告诉你业障没了？只是让你看不见了。你这被天道抛弃之人。我的金身，我的法力！哈哈哈，痛快，痛快！你这老鸡婆也有今天！举报观音菩萨成功，奖励先天至宝混沌钟，宿主修为突破至准圣巅峰，获得天道亲和度加100%。这是3大先天至宝之一的混沌钟，你怎么会有这等逆仙神物？好宝贝，江叶兄弟，你这法宝一出，就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在发抖啊！杨戬，我答应过你，帮你劈开桃山，救出你的母亲。我江叶向来说到做到。江叶，你是说现在？玉帝老儿自以为用桃山禁制就能困住你一辈子，把你当做天庭的走狗。今日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天道难违。回来！二郎，是你吗？我的二郎长大了。娘，孩儿不孝，让娘在桃山受苦1000年，孩儿终于把您救出来了。好孩子，娘不哭，娘终于见到你了。江夜，你竟敢引天道神雷毁我金身，佛祖定会将你打入18层地狱。地狱？那也得是你先去替神佛探趟路。封禁！封神榜？不，你一个凡人怎么可能掌控天道至宝？如来救我！如来救我！说得好，这帮道貌岸然的神佛早该受此报应。江兄大恩，杨戬誓死相报。今日不管什么事，只要一句话，杨戬必定随从。哈哈哈哈哈！痛快，真痛快！俺老孙就喜欢你这脾气。孽障，竟敢镇压我佛门菩萨，坏我佛门大计！今日天上地下，谁也救不了你。江夜，你毁南天门，破桃山禁制，又盗取封神榜，你罪无可恕，必受天诛地灭之罚。好大的阵仗！老如来和玉帝老儿竟然联手了，俺老孙的骨头都要被压断了。那又如何？今日就算粉身碎骨，也要战个痛快！想让我再跪下当你们的棋子？做梦！佛门世尊，天庭共主，为了对付我，一个无名之辈，竟然倾巢而出，还真是看得起我。江夜，交出混沌钟和封神榜，本座可发慈悲，赐你轮回之机。你们这群高高在上的伪神，少在这儿假慈悲！你们高高在上，将3界众生当作草芥，视人族为猪狗。今天，我就要彻底撕破你们这群伪善者的面皮！混沌钟，起！这到底是什么力量？他竟能以一己之力抗衡整个3界的仙佛！冥顽不灵，既然你执意找死，本座就成全你。
那是佛门的镇教至宝12品功德金莲，它与你的12品净世白莲同出一源，威力无穷，绝不可硬抗。如来这老家伙终于被逼得动用镇教至宝了，只要他能破开江夜的封神榜，将这个变数彻底镇杀，朕就能继续稳坐这三界之主的位置。今日本座便强行破了你这封神榜，救出观音，挽回我佛门颜面。好恐怖的力量！江夜，躲开！这老秃驴是想把我们连同封神榜一起碾碎。好，给我镇压他！做梦！混沌钟，给我破！这一世，我要让漫天神佛为我陪葬。这怎么可能？这竟然是真正的混沌钟，还以为是什么仿品，难怪他敢如此嚣张。我这12品功德金莲虽是镇教之宝，但在真正的开天至宝面前，终究还是略逊一筹。若能将此宝夺下，我佛门大兴指日可待。江夜，你根本不配执掌这等开天圣物，给本座拿来！这老秃驴急眼了，想杀人越货。江兄，当心！就凭你，也想抢我的东西？破！混沌钟竟然落到了江夜的手中，此等至宝，何该由我阐教掌控？绝不能让西方教那2个家伙占了便宜！好一个江夜，连混沌钟都能搞到手！如来那欺师灭祖的叛徒，今日算是踢到铁板了。原始老贼，你们心心念念的至宝出世，我看你们还能不能坐得住？这三界的天终于要变了！混沌钟现世，亮节彻底失控，这盘棋乱了。竟然连如来倾尽全力的攻击都挡下了。此子手握封神榜和混沌钟，若不尽早除掉，朕这三界之主的位置，怕是真的保不住了。那可是如来佛祖的全力一击啊！他连混沌钟都有，咱们上去就是送死，还是躲远点好。哈哈哈哈！江夜兄弟干得漂亮，看那老秃驴还怎么嚣张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痛快！早就该有人狠狠撕烂这群神佛高高在上的嘴脸了。如来、玉帝，你们就只有这点能耐吗？江夜小子，你这脾气太对俺老孙的胃口了，俺老孙今天就跟你混了。满天神佛都给俺老孙竖起耳朵听好了，谁敢动他，先问问俺老孙手里的金箍棒答不答应。泼猴，你简直无法无天！从今往后，江兄指哪儿我打哪儿，哪怕是踏碎你这虚伪的凌霄宝殿，掀翻他那满口慈悲的灵山，我杨戬绝无二话。杨戬，你个逆天叛逆，朕可是你亲舅舅。今天我们只论仇怨。算我一个！我哪吒今天也跟你混了。这漫天神佛皆是道貌傲然、吃人不吐骨头的败类，算计我千年，困我真身。今天谁要是敢动江夜，我就先捅穿谁。变数，全是变数。这江夜究竟用了什么妖法，竟能将这3个天地间的异术全部收拢到麾下？我们千年的布局全被他打乱了。反了，彻底反了！众仙听令，给我拿下这个妖人，格杀勿论！佛门弟子听令，降妖除魔就在今日，绝不能让他们活着离开南天门。想杀我，还不配！走！佛祖，江夜这妖怪
如今收拢了孙悟空、杨戬、哪吒，刚刚得到消息，他又去了积雷山找牛魔王。这西游亮节该如何进行下去？玉帝陛下所言极是。江夜手持混沌钟，有天道加持，又有一众3界顶尖强者教助，已经成了心腹大患。若是不尽快除掉此子，我佛门与天庭都将永无宁日，我们的所有布局都会彻底作废。江夜最大的依仗，就是他能向天道举报。还有那封神榜与混沌钟，只要我们能隔绝天道对他的加持，就能将他彻底镇杀。没错，他能引动天道之力，是因为他举报的罪名都符合天道规则。只要我们能封住他的嘴，不让他再发起举报，他就没了最大的依仗。既然如此，佛祖，你我2家不能再各自为战了。善，天庭与佛门即刻起正式联手，共诛此魔。传，天庭玉帝灵山佛祖法旨，江夜倒行逆施，妄图祸乱3界，现列为3界头号妖人。凡能斩杀江夜者，将获得天庭与佛门的双重封赏，许其立地成佛，官封大帝。官封大帝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造化。小的们，给我抄家伙，把这江夜找出来。老夫苦修3000年，始终无法突破金仙门槛，只要杀了这江夜，便能直接一步登天。别犹豫了，这等天大的机缘，若是让别人抢了去，你我都要后悔终生。走。二哥，你说这江夜到底什么来头？大哥，天庭这是要来真格的了，连天道大会的名义都搬出来了。谁敢不去？违抗这法旨就是逆天之罪。快，点齐虾兵蟹将，即刻启程。管他什么来头，咱们不过是去凑数的。真打起来，天兵天将顶在前面，咱们龙宫摇旗呐喊便是。晋升，这种话也是能说的。玉帝震怒，佛门插手，江夜这次恐怕是在劫难逃了。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，咱们地府惹不起。带上判官鬼差，走一趟天庭吧。无论谁赢谁输，地府都要运转。带上勾魂锁、拘魂链，该走的流程一样不能少。天道大会，好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！江夜啊江夜，这漫天神佛给你布的必死之局，你会去吗？如来佛祖，朕这天罗地网，加上你佛门的万佛大阵，气象如何？阿弥陀佛，此阵凝聚3界正道之力，江夜若敢现身，必叫他神魂俱灭，永不超生。本座这诛仙剑阵虽只是残阵，但加上老君的顶级禁制，足以困杀圣人之下一切蝼蚁。现在就看那江夜有没有胆量来了。玉帝这老东西，还有如来那老和尚，真是不要脸，竟然打着天道的名号召开什么天道大会。我看他们就是想借着大会算计我们。没错，这绝对是个陷阱，他们布好了天罗地网，就等着我们往里跳。这大会绝对不能去。诛仙残阵加上万佛大阵，这帮伪君子倒是舍得下血本，明摆着是挖好了坑等我们。江夜，你怎么看？这大会，我们不仅要去，还要光明正大的去。江夜，你疯了！
这明明就是个陷阱，你还往里跳！他们以为这是陷阱，可对我来说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他们打着天道的名号召开大会，3界所有的势力都会到场，我正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，当着3界所有生灵的面，一条一条揭发他们的罪行，举报他们的罪孽。可是那漫天的阵法和天兵武将，他们以为能困住我，可他们忘了，我最大的依仗就是天道。在天道大会上，有3界众生作证，我的举报成功率会翻倍。到时候，我正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，把他们这些腐朽的神佛一个个血脉封定，彻底掀翻他们的统治。好，就这么干，我们陪你一起去。我倒要看看这漫天神佛能把我们怎么样。俺老孙的铁棒早就饥渴难耐了，既然要去，那就把那天庭再砸个稀巴烂。今日杨戬便随你一同赴这天道大会，让那玉帝老儿看看何为真正的天道。小子，你胆子是真的大，竟然真的敢去天道大会。通天前辈既然来了，何不现身一叙？我这不过是一缕神念罢了。元始和老君，还有西方那个如来，已经在天庭布下了天罗地网，诛仙残阵加上万佛大阵都给你备好了，就等着你往里跳。教主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他们费尽心机布下天罗地网，我正好借着这个机会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小子，有我当年的风范，够狂！你放心，这次天道大会，你不是孤军奋战，我截教的散仙弟子都会到场，只要你需要，他们都会助你一臂之力。截教众仙，当年封神之战，阐教和天庭联手算计我截教，让我门下弟子死伤惨重，沦为他们的坐骑和天庭的鹰犬。这个血债压了我几千年，该算了。多谢教主资助，有截教众仙鼎力相助，我们的胜算又大了几分。不用谢我，我就是看不惯元始他们那道道貌岸然、虚伪双标的嘴脸。你只管放手去干，有我在紫霄宫给你盯着，元始那些个圣人绝不敢轻易对你出手。再说了，天道正盯着呢，他们要是敢与鬼动手，天道第一个降下紫霄神雷劈了他们。晚辈明白，这一次我要让天庭和佛门彻底倾覆。好，去吧，干票大的！万事俱备，玉帝、如来，你们的末日到了。吾当圣母照空明三娇女，诸位截教前辈，封神救愿，今日清算，天道大会，里应外合，随我掀翻天庭。玉帝老儿，如来老汉，俺老孙今天非把你们那破天庭砸个稀烂！猴子说的对，今天就让他们尝尝咱们兄弟的厉害。母亲，今日孩儿便为您讨一个公道。玉帝的无情，今天必须清算。阐教算计我的，今天我要连本带利全拿回来。兄弟们，今日我们前往天庭参加天道大会，我们要当着3界众人的面揭发漫天神佛的虚伪罪行。我们要让这3界众生不再受神佛欺压，我们要踏碎凌霄，掀翻灵山，让这天地换个心眼。踏碎凌霄，讨伐神佛，杀！踏碎凌霄，掀翻灵山，换个心眼。出发！跟紧江夜兄弟，杀上南天门！
帝老儿，少在这摆臭架子，俺老孙看你是活腻了。我知罪，玉帝，你倒是说说，我何罪之有？有罪的是你这个昏庸无道、视众生为刍狗的玉帝，是你这个满口慈悲却纵容妖惑、虚伪算计的如来，是你们这些高高在上、漠视众生疾苦的漫天神佛。今日，我江夜带着三界众生的意愿前来参加这天道大会，我就是要当着三界所有生灵的面，揭发你们的罪行，让你们这些腐朽的神佛付出应有的代价。阿弥陀佛。江夜施主执念太深，已然入魔，狂妄至极！天庭众地岂容你放肆！我倒要看看，今天谁能拦我！一群贪生怕死之辈，也配称神？嘿，这天庭的座位倒是摆得挺阔气，怎么没给俺老宋留个座呀？看来天庭是笃定我们今日有来无回了，那就砸了他们的座，让他们都站着。蒋业，你这妖人，勾结反贼，扰乱三界，封禁我天庭神将与佛门菩萨，桩桩件件皆是罪大恶极。今日当着三界众生的面，你还不快快跪下认罪伏法？认罪？玉帝老儿，你是不是在这高台上坐得太久，脑子都坐坏了？竟敢对玉帝无礼，狂妄妖孽，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！认罪，该认罪的不是我。今日我站在这里，就是要向天道、向三界众生举报这漫天神佛的累累罪行。举报？笑话！朕乃三界之主，天命所归，谁敢审朕？谁能审朕？我第一个要举报的就是你，昊天玉皇上帝。我举报你，为巩固地位，视人族为刍狗，放任妖魔肆虐下界，吸食人族血肉。我举报你冷酷无情，连亲生妹妹瑶姬都不放过，将其镇压桃山，只为立你那虚伪的天规。我举报你与佛门暗中勾结，操弄西游大劫，将天下苍生当作你们博弈的棋子。一派胡言！天兵天将何在？给朕拿下这个疯子，将其神魂俱灭！玉帝，你昏庸无道，私用天规，视亲情如草芥，纵容麾下天兵滥杀凡间生灵，谋视众生疾苦，桩桩件件，罪无可赦。一派胡言，简直反了！众仙家，还不速速将这妖言惑众的狂徒拿下！拿下我，你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。天道在上，三界众生为证。你勾结佛门，布局西游，以凡人性命为棋子，换取天庭与佛门的苟合。你克扣三界仙路，中饱私囊，宠信奸佞，荒废天庭政务，甚至私藏先天灵宝，违背天道公平。玉帝罪名全部成立，举报成功。朕乃三界之主，天道岂能批朕？批得好，玉帝老儿遭天谴了，罪有应得。举报成功，奖励混沌之力本源，封神榜升级完毕，当前可同时封禁3位转少。昊天，你的报应才刚刚开始。庶子敢耳！江夜，你毁三界之主，乱皇与秩序，今日老衲便代天行道，将你这妖孽镇压。佛祖，杀了这个逆贼！代天行道，如来，
这三界最没资格说这4个字的，就是你。以佛门算计众生，布局西游，视凡人如草芥。今日我连你一起举报。我举报如来佛祖，罪名伪善欺世，布局西游，纵容妖邪，抢夺机缘。核查完毕，罪名成立，但因对方功德金身护体，举报失败。下次举报成功率提升至35%。一次不行就2次，我看你这万年功德能挡几回？呀！兄弟们，当年封神之战，阐教与佛门如我截教太甚。今日江夜小友先了这天，咱们还等什么？杀！截教弟子听令，清算旧账就在今日。老和尚吃俺老孙一棒，就要挡着江兄弟办事。佛门虚伪，今日杨某倒要领教领教。还有我，今日谁也别想拦我求个自在，打个痛快。如来，雷劫又来，你保得住他，保得住你自己吗？救神已朽，新秩序当立。玉帝，进去吧，封禁！不，朕是三界之主，江夜你敢！封禁玉帝成功，获得天庭掌控权碎片。江夜，你竟敢真绝了天庭气运，去！江夜，你虽有些机缘，但玉帝乃是天道所定之主，跪下受死！哎！哈哈哈哈！好一个虚伪的元始天尊，替天行道，你也配提天道？冥顽不灵！元始，你阐教当年如何算计截教，如何纵容门下弟子草菅人命？你以为天道不知？蝼蚁之言，何足挂齿？你干预三界运转，这便是最大的罪！元始天尊，我今日便以人族之名举报你干预天道，纵图为恶！什么？老师，你合道之后不认师徒情分了吗？你先出的手，圣人不准入洪荒，你忘了吗？而且身为阐教教主，却心胸狭隘，嫉贤妒能，忌惮截教万仙来朝，竟与玉帝、如来勾结，发动封神之战，让截教弟子死伤惨重，沦为这封神榜上的傀儡棋子！你纵容弟子太乙真人操控哪吒，算计三界，违背天道公平，更暗中修炼禁术，损耗三界灵气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罪无可赦。老匹夫，原来都是你这老狗在背后受益！罪名成立，举报失败，下次成功率提升至28%。逆贼，竟敢当众污蔑圣人！今日定要将你神魂俱灭！混沌钟，给我晕！元始不愧是天道圣人，力量果然恐怖，生活就像被撕裂一样。江兄弟，俺老孙来助你！小辈，适可而止。元始乃是圣人，岂容你随意诋毁？去！太上老君，你这道貌岸然的老伪君子，你也跑不了！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！我举报太上老君，你身为三清之一，却明哲保身，纵容玉帝元始作恶，
暗中炼制陨圣丹，意图控制三界强者。一派胡言！借炼丹之名，搜刮三界灵材，残害凡间修士，更暗中帮助佛门布局西游，换取佛门利益。太上老君，你同样罪无可赦。核查完毕，罪名成立，举报失败，下次成功率提升至22%。此子断不可留，元始，一起动手！今日就算神魂俱灭，我也要撕下你们这层虚伪的皮！元始老君，你们两个老东西合起伙来欺负一个小辈，算什么本事？既然你们都能出手，我也能。通天，你竟敢违背红军老师的禁令，踏出紫霄宫！规矩是给弱者定的，这烂透了的天道，早就该换换了。江夜小友，干得漂亮！今日我截教万仙在此，定要护你周全。咱们好好清算清算当年的旧账。师弟，休要执迷不悟。三清内讧，正是镇压此子、抹杀变数的绝佳时机。若让他继续成长，佛门西游大计必将毁于一旦。如来老儿，堂堂佛祖竟敢背后偷袭，吃俺老孙一棒！玉帝我都不惧，还怕你这西天秃驴？给我破！虚伪神佛都该死！多谢三位兄弟，天道在上，我继续举报元始天尊、太上老君欺世盗名，祸乱三界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圣人之力竟被压制了！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你们也有今天！天道在上，今日我江夜汇聚元始老君万年罪证，勾结西方，算计同门，残害苍生，私藏至宝，违背天道公平，请天道降旨，裁决罪神。天道公告，举报成功，元始天尊、太上老君罪名全部成立。好小子，竟然真的掀翻了这旧天道！圣人之威，这就是江兄追求的公正吗？这不可能！本尊乃是天定圣人，你一介凡身，凭什么判我？天意，天意不可违呀！你们眼中只有教派利益，何曾有过半分苍生？今日起，再无尔等仙位。江道友，不，现在该称呼江圣人了。这一局，贫道服了。阿弥陀佛，此乃定数，贫僧自当遵从。如来，佛门侵占三界资源，且退还9成。即日起，解散所有武力僧团。若再敢阴谋算计，2圣便是你的下场。谨遵圣谕。天道圣人，护我三界！诸位兄弟，旧的秩序已毁，新的规则当立。江大哥，以后咱们是不是真的能不受气了？从今往后，仙、妖、人、鬼一律平等，再无神佛高高在上，只有天道法理共存。